told me get a job. My papa told me go to school. 今天我们要来讲双子座的故事。 On the street. 说到双子座，就要提到这对兄弟波勒克斯跟卡斯特尔，他们拥有不一样的命运。波勒克斯是不死之身，那卡斯特尔是终有一天会过世的凡人。为什么他们明明是双胞胎兄弟，却拥有不同的命运呢？这又要提到宙斯出轨的另外一件情事了。斯巴达的王妃利坦，容貌跟天上的女神相比毫不逊色，又有人类拥有天真浪漫的气质，宙斯自然对他心生爱慕。他平常喜欢到河边玩水，顺便欣赏田园的风光。有一次他到河边，把双腿放到河水里面享受轻柔的河水的时候，宙斯就请来了阿弗罗狄特女神当做助攻，他就请女神变成大鹫，那自己变成一只白鹅，就让大鹫追逐了这只白鹅。利坦王妃看到这个情景，就想要保护白鹅，她就对着白鹅张开双手，就说快点过来我这边。她看到宙斯变成的白鹅冲过来，就赶紧抱住她，想要保护她不要被白鹫追赶。白鹅就是宙斯，在她怀里发抖，他就轻柔的抚摸白鹅说不要怕，我在这里。得逞的宙斯顺势依偎在利达王妃的怀里面，非常的心满意足。过了不久，利达王妃就生下了一颗蛋，那这颗蛋呢，就生出了双胞胎波勒克斯跟卡斯特尔。这对兄弟容貌相似，身材也十分相像，不同之处在于波勒克斯和天神们一样拥有不死之身，卡斯特尔和人类一样终有一天要面对死亡。原因是因为波勒克斯是宙斯的儿子，卡斯特尔是斯巴达国王提达留斯的孩子，他们擅长的能力也各有不同。像是波勒克斯，他就非常的精通拳法，几乎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卡斯特尔擅长的则是驾车和战术。他们之间感情很好，一起经历了许多冒险。像是有一次，他们的妹妹海伦被艾提加国王哲修看上，因为他有一次在月亮女神的神殿里面跳舞，然后就被国王看上了，他就把海伦抢来，然后藏起来。波勒克斯跟卡斯特尔发现了之后，就赶紧去把妹妹救回来。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他们参加了雅各号，跟着杰森一起去寻找金羊毛皮。在雅各舰号经过阿缪克斯王国的时候，阿缪克斯的国王因为对自己的拳法很有自信，他在他的国家里面打遍无敌手，没有人可以跟他匹敌，国王还打死了不少人。他听到雅各号经过自己的国家周围呢，就立刻下了战帖，他想要给外人看看他的厉害，顺便去打击他们。雅各舰号上的人因为有任务在身，他们就想要拒绝掉比赛。国王看到他们这样子的态度，就说怎么会这样，你们这一船这么多人，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当我的对手吗？你们不过就是一群废物。他看到雅各号想要拒绝，更嚣张的就说你们这样子怎么去抢金羊毛皮嘛，不过就是一群窝囊废啊。波勒克斯听到这里就忍不住就说好啊，那就这样，我来当你的对手。阿缪克斯国王觉得对方不过就是个毛头小子，自己怎么可能会打不过他，就立刻下令比赛。不过他失算了，虽然他的拳法在王国里面是1等1的，但是波勒克斯也不是省油的灯。他们两个人经过一番苦战之后，波勒克斯把国王打倒在地，胜负就非常的明显。原本雅各号打赢这场比赛之后打算离开，没想到国王竟然被打死了。贝布里希王国的人民一看到国王死掉就惊觉不得了，就是纷纷抄起家伙追打雅各舰号上面的人。那他们也是经过一番苦战，奋力抵抗之后，终于可以回到他们的旅途上。经过这次战役，波勒克斯跟卡斯特尔更明白彼此的重要性，他们更依赖对方，也很欣赏对方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共同进队，两人的默契也越来越好。这对兄弟还有另外一对堂兄弟，哥哥凯伦乌斯跟弟弟伊达斯。哥哥凯伦乌斯拥有千里眼，在远的地方他都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不论东西藏得多远或多隐秘，他都能找得到。弟弟伊达斯的食量非常的惊人，吃饭速度也很快，不论多少的食物他都可以面不改色的一口吃下。
4个人感情很好，他们常常一同结伴出游打猎。没想到他们会在有一次的狩猎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。这一次是他们4个人一起去狩猎，合力捕捉一批牛。在他们讨论如何分配的时候，伊达斯就提议，那这样吧，我们就先把一头牛分成4份，看谁吃的比较快，得到第1名的人可以拿走一半，第2名的人可以拿走剩下的另一半。这样如何？波勒克斯跟卡斯特尔忘记伊达斯的食量非常惊人，他们就说好啊，那就这样子分配吧。伊达斯在吃掉自己的那一份之后，马上帮哥哥赶快吃掉他剩下的那一部分，就这样拿下了第1名跟第2名。我们全部都吃光啦，那剩下的牛我们都要拿走了。他们就将剩下的牛打包，准备要拿走的时候，波勒克斯还有卡斯特尔才发现自己已经中计。他就说等一下，这牛明明就是我们4个人一起合力抓到的，怎么可以都给你们2个？这样子也太不公平了吧。他们这时候才想起伊达斯的大食量，发现自己中计了。你们刚才都同意这样子的分配方式啦，怎么可以事后才反悔？凯伦乌斯跟伊达斯也不甘示弱地说，牛肉其实是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，你们这个根本就是设计。他们4个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，波勒克斯跟卡斯特尔实在气不过，抢了牛拔腿就跑，然后藏匿在橡树洞里面。凯伦乌斯拥有千里眼，当然一下子就看到他们藏在哪里，就对自己的兄弟使了眼色。伊达斯就拿着枪往洞里一射，射死了卡斯特尔。波勒克斯看到卡斯特尔在痛苦的挣扎，就赶紧跑出树洞。凯伦乌斯跟伊达斯就赶紧丢石块。幸好波勒克斯是不死之身，虽然被砸中了，但他无论如何还是保住了性命。虽然波勒克斯以1敌2非常的吃力，但最后还是一枪射死了凯伦乌斯。宙斯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奋战，也赶紧下来帮助儿子。最后用雷霆打死了伊达斯，帮波勒克斯报仇。波勒克斯回到树洞中一看，自己的兄弟卡斯特尔早就已经气绝身亡，他非常的伤心，就对着宙斯说，爸爸，求求你救救卡斯特尔吧，如果他死了我也不想活了。宙斯听到波勒克斯的请求，就说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你有不死之身，但是卡斯特尔他是凡人，终究难免一死，如果你想要他复活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你必须分一半你的命运给卡斯特尔，这样子你这辈子有一半的时间可以跟着卡斯特尔在人间过活，另外一半的时间必须在冥府里面度过，这样子你还愿意吗？波勒克斯说，只要卡斯特尔能够活过来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波勒克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就是为了纪念这段手足之情，他就将2人的形体移到天上，变成了双子座。那这对双胞胎同时也是船员们的守护神，在海面上遇到暴风雨的时候，只要对着双子座祈祷，如果船帆或是船柱发生了火花，就是卡斯特尔跟波勒克斯从天而降的迹象，船员就可以逢凶化吉。接下来就来解析双子座的故事跟双子座的个性有何关联之处。因为他们都是双胞胎的关系，所以双子座的人即使是一个人也不会感到孤单寂寞。虽然他们很善于独处，却也很享受社交生活，他们和任何人都聊得来，什么话题都能聊，在哪都很欢腾，而且停不下来。双子座是来自于双胞胎，他们有很强的双面性格，同时变幻莫测，反复无常，这些特质都可以从双子座的人身上面观察到。他们聪明、有趣、古灵精怪，大部分的时候双子座都是一副聪明外露的模样，喜欢追逐改变，而且充满好奇心。虽然给人三心二意的印象，但那是因为他们思考速度过快，旁人都跟不上的原因。这对双胞胎喜欢冒险，而且有勇士的身份，象征双子座勇于冒险，而且喜欢新事物。同时也因为是2个人的形象，双子座的反应跟思考总是比旁人还要迅速，而且也更复杂。这就是今天双子座的故事啦。喜欢的话要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还有按赞。如果你是双子座的话，请留言告诉我你的个性跟提到的有什么相同之处，或者是你有双子座的朋友们也跟我分享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ciao。 Bitch, stop stepping on my